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慢食慢语。今天来做一个我之前没做过的东西，就是冷吃兔。因为前段时间呢，去餐厅里头有点这个冷吃兔来吃，然后当时餐厅给我的分量超级的少，让我有点生气。有一大盘兔子丁里头，几乎就是淹没在那个辣椒里头，肉没有几块。大家如果出去餐厅吃，应该会很常遇到这种情况吧，所以就干脆自己在家做一份，这样的话你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首先我们来剁肉了，通常兔肉买回来都是这样一整块的，你需要把它剁小一点。大概每块肉是2公分见方的尺寸吧，因为它炒完之后会缩一点的。接着是配料，姜切片，大葱切小段，蒜都去皮。兔肉丁要腌制一下，首先姜片、蒜瓣，然后葱段，香料要加桂皮、香叶、八角。这道菜里头有2个香料还蛮特别的，建议大家一定要加。一个是陈皮，因为之前做啤酒鸭的时候也说过，它去腥效果特别好，所以建议大家加。另外一个是山奈，这个其实就是晒干的沙姜，跟姜是有一点关系的一种植物，吃起来会有一种很特殊的清香。再加点调味料，料酒、老抽、盐、一点糖，拌拌匀。最后呢，你可以加一点点玉米淀粉进去，量不要太多，就一点点的量。帮助兔肉在后面炒的时候可以保留水分，吃起来会更嫩。拌好之后需要腌制1到2个小时。当兔子在腌制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准备辣椒了。我这里有很大量的干辣椒，要先把它们泡一下水，因为后面炒辣椒的时候很容易糊的。泡过水之后就可以防止它炒糊。泡到辣椒变软之后，就可以拿剪刀剪成小段。腌好后起油锅。油的量一定要多，我用了300克油，我觉得这应该已经是用量的最下限了。油太少的话，做出来味道是不对的。在油还冷的时候，就放入小葱，因为我想熬一点葱油出来，取这个小葱的香味儿。开小火，慢慢熬到小葱变干变黄，就可以捞出来了。然后这时候可以转中大火，把之前腌过的兔肉整个连调料一盆都倒进去。让兔肉丁均匀地分布在锅里，先不要动它，稍等一会儿，让肉丁表面凝固之后再开始翻动。在炒的过程中呢，你会发现兔肉一开始会出水，所以锅里的汤汁会变成这样浑浊的状态，然后慢慢炒，水分就会蒸发掉。然后如果你比较讲究，希望盘子里出来的效果比较干净清爽的话呢，可以把一些香料都捞出来。还有炒过的葱姜蒜什么的都可以先捞出来，只保留下兔肉丁在里头。当你发现锅里的汤汁有开始变清澈的迹象的时候，就可以下之前准备好的干辣椒了。然后继续炒，到水分基本上完全蒸发干，锅里只剩下油，然后你能够闻到很浓郁的辣椒的香味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拨一拨，留出这样一汪油的位置，放入青花椒，还有白芝麻。让这2个东西在热油里头滚一滚，一样也是闻到香味之后就关火了。起锅之前再撒点胡椒粉进去，拌拌匀。大家看到这么大一锅的冷吃兔，是不是感觉很爽？这就是自己在家做的好处了。然后也不要被这一大锅的辣椒和花椒吓到了，吃起来其实味道是比较温和的，有恰到好处的麻和辣。最近晚上看世界杯的时候，配着啤酒一起吃特别合适。好了，现在冷吃兔其实已经做好了，然后现在是考验你们定力的时候了。热的时候吃其实味道就已经很好了，但是如果你们有足够的定力，能够等它凉掉的话，兔子肉吸收了辣油的味道之后，吃起来会更好吃。希望你们喜欢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喜欢我的节目不要忘记收藏和分享，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的留言区参与讨论相关话题。如果喜欢我本人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3都有更新。谢谢收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